哎，大家想过这么一个问题没有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咱们现代中国的建立，其中关键的一步，竟然是摧毁成千上万座古老的寺庙，你信吗？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？但你别说，还真有一项开创性的研究，揭示了这两者之间一种直接，而且是相当惊人的联系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场听起来像是搞破坏的激进行动，到底是怎么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奠定根基的。好，咱们先把时间倒回到20世纪初，那时候的中华帝国呀，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走到了悬崖边上。刚刚废除了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，整个国家都急着要磨现代化。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俩字儿，没钱，国库都空了。你说在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，怎么可能凭空给几亿人建一个现代教育系统呢？这简直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，它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既激进又巧妙。而且藏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，就是遍布全国的那无数的寺庙里。答案就是这场庙产兴学运动。这场运动说白了，就是一场国家批准的财富转移。地方政府被赋予权力，可以去没收佛教和道教寺庙的巨额资产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面，成千上万座寺庙建筑，大片的土地，还有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香火钱，各种财产，一夜之间全都有了一个新的用途，办新式学堂，搞现代教育。你看这个时间线就很有意思了。这个想法最早是在1898年有人提出来，但真正的转折点是1905年，科举一废，旧的出路没了，那办新学校就成了燃眉之急。等到1912年，这个想法就正式变成了法律，整个运动就开始加速。到了30年代，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。为了让大家对这个规模有个概念，咱们来看这张图。这是1820年，也就是运动开始很久以前的寺庙分布图。你看，密密麻麻的，图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着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。这简直就是一个遍布全国但又非常分散的巨大宝库。而这个宝库马上就要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资金了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项研究最核心的发现了，这场运动到底是怎么直接又是怎么戏剧性的改变了中国的教育格局。这就是最关键的证据。大家看左边，在1912年之前，一个地方寺庙多还是少，跟当地的教育水平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你看右边，1912年之后，情况完全变了。历史上寺庙越多的地方，新建的学校和招收的学生数量就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。一个地方有多少庙，突然之间成了预测它有多少新学校最重要的指标。这个变化太明显了。而且这种变化不是那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改变，它是一个咔嚓一下的断裂点，是历史发展轨迹上一个急剧的转弯。而且这个转弯发生的时间点正好就跟政策生效的时间完全对得上，所以数据指向的结论只有一个：寺庙的财富就是这场教育大爆炸的燃料。那具体影响有多大呢？研究人员估算了一下，这个数字大概是7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也就是说，当时中国所有新建的小学里面，有70%的资金可以直接追溯到被没收的寺庙财产。70%这个比例，说实话，简直让人难以想象，也显示了这场财富再分配的规模有多么巨大。研究里有这么一句话，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到位。他说，这场运动一方面给佛教和道教带来了可以说是巨大灾难，但另一方面又确确实实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这就是它矛盾的地方。对于宗教来说，这是一场浩劫，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，它又像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。这真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说明了进步有时候真的就是建立在过去的废墟之上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光是把庙产没收了就行了吗？肯定没那么简单。为什么这个基建的计划在有些地方效果特别好，但是在另一些地方却失败了呢？研究发现，这背后有2个关键因素，而且必须得同时存在才行。这个成功的配方其实就2样东西。第一，
你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，也就是强大的地方政府，他得有足够的能力，能顶住宗教界的反抗，把没收这件事儿强制推行下去。第二，也是特别关键的，你得有一个强大的监督者，也就是由地方上有声望的经营，比如以前那些读书人组成的公民社会，他们得盯着，确保这笔钱不会被贪官污吏给吞了，而是真正正的花在办学上。所以你看，结论就很清楚了。只有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监督能够携手合作的地方，这场运动才能成功。执行和监督缺了任何一个环节，从寺庙财富到教育机会的转化链条就会断掉。也正是这种微妙的平衡，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研究还排除了其他几种可能性。你看啊，那些有国家当靠山的皇家寺庙，还有那些私人的宗族祠堂，都没人敢动。结果呢，这些地方的教育也就没有出现飞跃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核心的驱动力不是什么文化呀、宗教氛围呀，就是实实在在的钱，是资本的转移和再投资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。这场100多年前剧烈的社会变化，到今天还留下什么痕迹了吗？它的影响是短暂的，还是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呢？这可能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意外的一个发现了。这场运动对大众教育的影响，直到今天都还能看到。历史上寺庙越多的地区，现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识字率仍然会更高。但是，有意思的地方来了，它在精英教育方面的早期优势却完全消失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地方曾经培养出更多顶尖大学生的领先效应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已经被慢慢抹平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说明啊，对基础教育的广泛投资，它的影响会投下非常非常长的影子。100多年前启动的那个雪球，可以说滚到了今天还在发挥作用。这种对一个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早期投入，它的红利是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。聊到最后，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进步的代价到底是什么？为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，去摧毁宝贵的文化遗产，这笔账到底值不值？历史啊，它从来不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，但它确实迫使我们去思考，为了我们想要的未来，我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这个问题在今天和在100多年前其实是一样值得我们深思的。